伦敦黑帮之间的战斗都已经到了动用加特林的地步。近年最火爆的暴力美学爽剧《黑帮英剧：伦敦黑帮》第2季为你献上。伊斯坦布尔的一处黑帮根据地正在遭受杀手的疯狂袭击，场面一度非常惊悚。曾经杀死了黑帮太子肖恩的吉姆，现在已经彻底沦为黑金组织的杀手。这次他的任务就是单枪匹马来到伊斯坦布尔，血洗这里不听话的黑帮，随后拍照发给黑金组织，表示已经完成了任务。紧接着赶回伦敦，来不及休息，下条任务已经发到了手机上。深夜，伦敦的一处仓库，阿尔及利亚黑帮正在交易一批军火武器。军火运入仓库以后，老大巴瑟姆留下3名小弟看守，可是很快就被蒙面人劫持。紧接着，这伙人的老大，黑金组织的特派人科巴，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仓库，先是开枪打死1名小弟，然后逼迫另一个小弟开始吞子弹，1颗不够那就2颗。随后让小弟举起枪对准同伴，逼他们说出这批武器的卖家信息，但他们只是小弟，根本不知道幕后大佬们的身份。于是科巴命令小弟打死同伴，给他留下一命，回去给老大巴瑟姆带个口信。自从教父和肖恩死后，势力最大的阿西夫家族接替了他们的位置，华莱士家族的管家大小黑父子仍然替黑金组织洗钱理财。阿西夫召集伦敦黑帮的各大家族开会，最近有人不听话，开始不通过黑金组织的渠道私下交易军火白面，这是万万不被允许的。于是黑金组织派来的科巴准备给这些黑帮大佬一些教训，让他们老老实实听话。科巴表示，售卖军火和面粉必须通过黑金组织的指定渠道，否则别怪自己翻脸无情。他知道巴瑟姆的那批武器的卖家一定是在座各位的某位老大。科巴没有找巴瑟姆的麻烦，军火武器的源头才是要查的重点。科巴放下狠话，他要是查出是谁在搞这些小动作，下场一定非常凄惨。第2天一早，大黑便来到了阿尔巴尼亚黑帮老大卢安的家里。卢安自己本身就是战神附体，他的一切都是真刀真枪亲手打出来的，单挑尼日利亚毒枭莫斯，并且以1敌4团灭对手，仿佛就在昨天。而大黑知道巴瑟姆的军火一定是卢安卖给他的，其他人可没这个胆。卢安直接承认，他早已不堪忍受黑金组织的控制了。大黑和他是老朋友，表示只要供出谁是卢安的上级供货商，大黑可以和黑金组织谈谈，保证不再追究。大黑找到了新教父阿西弗，让他去跟黑金组织协商一下，保证不再找卢安的麻烦，卢安就会供出上级批发商。科巴闻讯赶了过来，脸上满是操控这群大佬的得意神色。过了路口就是阿西夫的办公室。正在这时，一辆神秘的红色汽车撞上了他。科巴以为只是简单的交通事故，司机正在下车询问的时候，却被神秘人一枪爆头。科巴直接俯身躲避神秘杀手，可等到科巴冲下车，神秘人早已加速离开，只留下闻讯赶出的阿西夫几人。这个节骨眼居然有人敢袭击科巴，而且很显然，这还只是一次警告。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，当着黑道最有权势的3个人面前发动袭击？大黑的女儿香农是吉姆的女友，之前不愿配合吉姆的上级警方调查，还打死了当时吉姆的上司警官。在父亲大黑的操作之下，香农居然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，但他也转变了心态，以后再也不想掺和家族的事情，就告诉哥哥小黑，让父亲和哥哥不要再来打扰自己。晚上，小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，但吉姆已经受黑金组织指派，持枪出现在他的身后。原来黑金组织早已不满小黑的行为，准备将他灭口以绝后患，但是吉姆最终还是放下了枪。肖恩死前曾经给他一个 U 盘，里面已经搜集了黑金组织的罪证。吉姆也不堪被黑金组织控制，变成只会杀人的工具。他希望能和小黑联手，揭穿黑金组织的种种罪行。小黑却很绝望，黑金组织有很多英国政府权力的核心人物，既然他们想要自己死，那自己绝对无法逃脱。而在另一边，卢安的豪宅之外，本应有保镖看守的大门，此刻却死一般的静寂。卢安察觉不太对劲，开始查看房屋4周的监控，这时才惊现保镖早已被人杀死。卢安意识到危险来临，一定是自己私下贩卖军火被找上了门，他赶紧叫醒了2个女儿，然后把妻女3人安排进密室躲藏。刚刚安顿好家人，2个蒙面杀手已经出现在大厅。卢安情急之下跑进书房，这里藏着他早就准备好的武器。放倒了2个杀手后，房屋突然被控制断电，这对卢安来说再好不过了。这里可是我家呀！仗着对家里的布局熟悉，卢安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杀手。就算被杀手打掉武器控制着，卢安也能顺手摸起厨房的餐具，继续开始猎杀。随后拿起杀手的大锤，一锤掀翻了杀手，接着举起大锤，用尽全力砸了下去。卢安捡起武器，直接大声呼叫科巴的名字。整座房屋已经尸横遍野，
卢安也毫不留情，绝不留下一个活口。正在这时，密室传来了妻女凄厉的惨叫。等到卢安赶到的时候，虽然2个女儿安然无恙，但是妻子已经被科巴抓走。上一季的最后一幕，黑金组织拿大黑的家人性命要挟，逼迫他开枪打死了肖恩的母亲华母玛丽安。不料玛丽安没死，被丈夫生前的情人救走。华莱士生前私吞的黑金组织15亿美金，全都放在了情人的账户。依靠这笔钱，加上玛丽安自家的黑帮势力，玛丽安劫后余生做起了军火生意，而他就是卢安贩卖武器的上级供货商。吉姆正在整理后备箱，那辆杀死科巴司机的神秘红车再次出现，一脚油门对他冲了过来。看得出来，这也是一次警告。随后加速扬长而去。这辆红色汽车的主人究竟是谁？肖恩·华莱士的弟弟比利·华莱士，之前在家族惨遭侵袭的前一天就跑了。当时他带着怀孕的姐姐逃离危机，并且由于过分信任吉姆，还将哥哥肖恩的藏身地点告诉了他。不料哥哥却被吉姆杀害，这让他一直想要替肖恩复仇。这天母亲的管家打破了他和姐姐的宁静生活，他们已经查到了吉姆又在伦敦现身。比利义无反顾收拾行囊，告别姐姐前往伦敦，他要亲手干掉吉姆，替哥哥报仇。此时的吉姆又被黑金组织派下了任务，他来到了科巴的大本营。对于这个连肖恩都敢杀的人物，科巴也是早有所闻。既然2人都是替黑金组织做事，科巴便让吉姆替自己查一下，究竟是谁干掉了自己的司机。毕竟吉姆曾经是刑警，查起案子熟门熟路。果然通过追尾处的红漆发现信息，这时吉姆才反应过来，这个人和先前撞自己的是同一个人。肖恩的母亲玛丽安还在自己的军火仓库，这时接到了卢安的电话。卢安声称自己要和科巴开战，需要更多的军火武器。玛丽安和卢安是多少年的老朋友，很快答应马上安排送货。可是镜头一转，科巴坐在旁边目睹了整个电话过程。原来科巴拿卢安妻子性命要挟，要他想办法引出玛丽安，绕过黑金组织不说，还敢私自在伦敦售卖军服武器。科巴一定要除掉玛丽安，这连一旁的大黑都看不下去。他们混了这么多年，一向秉承祸不及家人的原则，没想到科巴这么不守江湖规矩。等他怒气冲冲想找阿西夫告状的时候，阿西夫却告诉他一个噩耗。这时大黑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小黑已经跳楼身亡，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黑金组织干的。大黑强忍着悲痛，强装镇定离开了阿西夫的办公室，直到看到了儿子冰冷的尸体，大黑才彻底释放了悲痛的情绪。父子2人替黑金组织卖命多年，没想到还是被他们无情抛弃。此时的科巴手下再次遭遇袭击，甚至不知道什么人干的。科巴的一处仓库，3个索马里小弟被杀，死状恐怖。吉姆也来到了这里，准备几个事件一起调查。这时吉姆才发现，黑金组织的人一直对自己不信任，总会派人跟踪自己。要不是父亲被他们软禁，吉姆早摆脱了黑金组织的控制。此时离他不远处的车内，肖恩母亲玛丽安的管家出现，就是他悄悄跟踪着吉姆，并且拍下照片发给比利，是时候动手干掉吉姆，替哥哥肖恩报仇了。阿西夫知道华莱士生前贪了黑金组织的15亿美金，于是他找到了华莱士最信任的财务律师。阿西夫知道所有手续一定是律师操办的，于是逼迫手下对他动手，要他必须在3天以内把华莱士的情妇账户的15亿美金找回来。此时钦差大臣科巴蹦蹦跳跳的到来，他还科巴带来了新旨意，以后所有黑帮的利润必须给自己50%。得知兄弟战神卢安的妻子被绑架，而且以此作为教训，阿尔及利亚黑帮老大巴瑟姆敢怒不敢言，只能答应跟科巴合作。此时卢安来到了军火交易的见面地，他为了赎回被科巴绑架的妻子，只能背叛了供货商，将前来交易的玛丽安小弟绑架带走。黑金组织的杀手吉姆对于被黑金组织的控制已经不堪忍受，在肖恩死前，英国政府的政治核心已经注意到黑金组织，派出特遣员辛格展开调查。吉姆约见了辛格，声称自己有肖恩死前留下的 U 盘，里面有黑金组织的犯罪证据，只要辛格能将自己和父亲安全送出国，吉姆愿意配合交出 U 盘，一起扳倒组织。卢安开始审问玛丽安小弟，逼问出了玛丽安的藏身之处，随后打电话将地址告诉了科巴，要求他放了自己妻子。吉姆还在调查神秘人的案件，他和科巴的小弟来到巴瑟姆的地盘，看起来所有事情貌似都是巴瑟姆私下贩卖军火引起的，所以吉姆准备找巴瑟姆细谈一下。此时的巴瑟姆还跟侄女萨西在闲逛，萨西由巴瑟姆带大，2人的关系一直很好。可是突然之间，巴瑟姆被神秘人一枪爆头，萨西完全被眼前的景象吓傻。神秘人简单道了个歉后快速离开，镜头一转，又是那辆神秘的红色汽车。吉姆和科巴的小弟刚刚赶到这里，又被神秘人抢先了一步。吉姆将萨西带到了偏僻之处，准备询问一下神秘人的信息。正在这时，一直尾随跟踪的比利出现。对于杀死肖恩，吉姆也一直心怀愧疚。比利虽然之前一直是典型的纨绔子弟，一心想替哥哥报仇，但是真要他开枪打死吉姆，一时间也无法下手。正在比利万分纠结的时候，科
科巴的小弟已经赶到了这里，比利只好乱开一枪，随后在枪林弹雨中边打边逃。吉姆一直死死地护着萨西，让他免遭流弹伤害。比利肩膀被打中，开始慌不择路向外跑去。科巴的小弟由于有黑金组织的庇护，在海鲜市场肆无忌惮地开枪，根本不管这里工人的死活。一时间，无辜工人死伤惨重。吉姆不忍看着比利被杀，佯装追击干扰科巴小弟的射击，最终在吉姆的掩护之下，比利得以安全跑出来。父亲生前的老下属早已在此接应，但是科巴小弟已经追了出来，老下属只能仓皇倒车，准备带着比利逃离这里。不过对于拥有自动火力的黑帮，很显然很难安全脱身。老下属拿自己的命保护了比利，最后车辆坠入了河中。科巴小弟仍然不放心，对准河面一阵疯狂的扫射。他们已经认定是比利杀死了科巴的司机和小弟，还有刚刚被爆头的巴瑟姆。比利在河里漂了很久，那辆红色汽车再次出现，下来一个神秘人将比利拖到了岸上。看到比利只是肩膀中弹，被一阵猛摇过后苏醒了过来。一瞬间，比利以为见到了鬼魂，因为在他面前的正是他的哥哥，已经死去的肖恩·华莱士。看到哥哥还活着，比利喜极而泣，两兄弟紧紧地抱在一起。但是这一切都被吉姆远远看在眼里。原来当日肖恩脸颊中弹，最后赶到的警方以为他已经死了。肖恩迷迷糊糊看到莱尔出现，一枪打死了警方人员，随后将他带走抢救。抢救完成以后转移的时候，又突然冲出一伙神秘人，打死了莱尔的小弟和司机，将莱尔和肖恩一起带走，对肖恩采取了最先进的医疗抢救。最终，肖恩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在一处类似囚牢的房间之中。从重谈之后到现在，肖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一直在囚牢中养伤，等到身体恢复之后，终于有人开始与他谈话。原来英国政府另一群政治核心人物早已注意到黑金组织，一直想要清除这伙权势滔天的非法集团。身为整个事件漩涡中心的肖恩，非常了解黑金组织和地下黑帮，自然是对付黑金组织最佳的武器。但是肖恩受够了被人操控的日子，断然拒绝了与他们的合作，于是遭到了这伙人的严刑拷打。日复一日的过了很久，肖恩终于振作起来，开始每天好好吃饭，还用牢房简陋的设备锻炼身体。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之后，肖恩主动和政府特派员谈话。这个特派员正是早就开始调查黑金组织的辛格。肖恩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，从根基动摇黑金组织，而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，重新接管伦敦的地下黑帮王国。和政府合作的唯一条件是释放莱尔。莱尔的库尔德武装力量正是可以帮助肖恩打响崛起的第一枪。等肖恩救出弟弟后，才得知卢安将母亲玛丽安的地址告诉了科巴，现在科巴一定派人去干掉母亲了。玛丽安也感觉不太对劲，自己派去和卢安交易的小弟，还有刺杀儿子的吉姆，一个都联系不上了。这时终于接到了比利的电话，但是话筒那边传来的却是肖恩的声音，这让玛丽安呆住，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蛋儿还活着。现在没时间叙旧，肖恩赶紧让母亲迅速离开。科巴派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正在这时，头顶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。玛丽安还在纳闷肖恩怎么打赢的复活赛，可德巴派来的杀手已经开始行动，在加特林居高临下的无差别扫射之下，地面的一切那叫一个摧枯拉朽。华莱士生前的情人也被爆破的玻璃碎片击中小腿，情人救过玛丽安一命，玛丽安奋力地将她拉在墙后躲藏起来。直升机还在盘旋，科巴通过平板兴奋地观察着自己的杰作，机枪甚至对着房子乱扫，打得玛丽安脚底都在颤。经过不断的开火扫射后，整座房屋已经千疮百孔。此时忠诚的手下发动车辆，让玛丽安几人往屋后跑去，他则是开车引开直升机。直升机果然上膛，开始对准手下发动攻击。但是科巴已经发现车内并没有玛丽安，莱尔派出库尔德手下提前来到屋后树林接应，终于安全接走了玛丽安。玛丽安被带到了库尔德的大本营，在这里见到了两个人，母子三人相拥而泣。激动的情绪退去之后，玛丽安愤怒地指责肖恩，这一年多你打个电话回来也好，搞得一家人都以为他死了。肖恩独自开车来到路边，思考着复仇的计划。这时一辆车突然冲了出来，肖恩小心翼翼下车查看，可一把手枪已经抵在他的后脑勺。白人是一直跟踪他的吉姆，两人曾经的关系非常要好，吉姆也是迫于无奈向他开枪。现在两人都听命于英国政府高层，所以暂时放下了私人恩怨，以共同对付黑金组织为统一目标。不过英国人除了背叛就是和好又背叛，阵营也有些儿戏和混乱。华莱士的情人找到了莱尔，如果任由肖恩母子三人联合做大，那么自己这个外人的性命便变得危险。自己身上还有华莱士生前转移的15亿。思考片刻，他提出要加入库尔德黑帮，想着将肖恩三人踢出局。于是两人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但是情人刚刚说出自己的计划，肖恩已经掏出了枪，情人就这么命丧当场。趁着他手指还是热乎的，
玛丽安通过指纹用手机转账，成功拿回账户的5亿美金，而剩下的10亿多早就被阿西夫胁迫律师转走了。虽然没有全部拿回来，但是5亿美金已经足够了，肖恩只需要一半就能夺回伦敦。另一边，卢安的妻子被科巴绑架，埋进了地下棺材里，然后装上摄像头对准了他。可明明是因为自己的小弟不够强，导致玛丽安逃走，科巴却把一切罪责归咎给卢安，不顾卢安的苦苦哀求，强迫他晚上参加黑帮大会。他要在会上宣布重要的事情，散会以后才可以放走卢安。妻子肖恩归来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，吉姆不愿再参与其中，他告诉辛格，必须马上动用政府关系，救出自己被黑金组织软禁的父亲，然后准备护照离开，否则就毁掉装有罪证的 U 盘。辛格无奈之下只能答应。卢安担心妻子窒息，他已经等不到晚上了。卢安持枪胁迫了大黑，让他带自己去埋起妻子的地方。大黑也不满科巴的所作所为，他和卢安夫妻又是多年老友，于是带着卢安来到了埋着妻子的地方。听到妻子在下面的呼喊声，卢安不顾一切开始挖掘，但是此时科巴的人已经赶了过来，他们一把拖起卢安，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本来晚上开会的目的就是要处决不听话的卢安，小弟收到了科巴的指令，准备现在就要将他处决。大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黑金组织已经杀死了自己儿子，一股怒气油然而生，于是抄起铁锹与卢安一起混战。可惜大黑毕竟干了多年幕后，已经很久没有拳脚战斗的经验，很快被打趴在地。卢安依然战神附体，在雨水泥巴中一番苦战，打倒了几个小弟后，接着继续癫狂地挖掘妻子。结果科巴小弟爬了起来，一铁锹打中了卢安。阿尔巴尼亚黑帮老大真是战神，被打成那样照样活了过来。科巴准备当着所有在场老大的面处决卢安，教训大黑，达到杀猴警鸡的效果。此时的肖恩战队已经全副武装，乘坐8辆商务车，秘密地开往科巴的8个据点。已经确认科巴和所有的老大都在开会，每个人都在看着时间，等到约定的时间一到，8队人马会同时展开突袭。阿邦被杀的老大巴瑟姆的侄女萨西还在日常给一个据点送白面，但是他们才刚刚下车，肖恩已经下达了开战指令。8处据点受到激烈的枪击，而科巴还在准备处决卢安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突然的变故让科巴直接傻了，是谁敢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对自己动手？随着各队的对讲机响起，8支小队全部完成了袭击任务，并且无一人伤亡。小队纷纷按照计划撤退，一时间8个据点尸横遍野。肖恩和弟弟比利还在清剿最后的敌人，连炸弹都用上了。爆炸声此起彼伏，科巴开会的场地也一片狼藉，大家已经顾不上卢安和大黑死活。库尔德黑帮的白叔也在开会，他不忍卢安在这等死，准备将他救出去。卢安让白叔带大黑一起走，大黑身负重伤，知道白叔无法拖起2人，强行让白叔先把卢安带走。整场袭击结束，科巴的势力损失惨重，更让他发狂的是，他根本不知道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。城市多处发生暴力事件，爆炸声接连不断，这让警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能认定为恐怖袭击活动。吉姆在远处注视着一切，肖恩太疯狂了，自己必须赶紧离开伦敦。肖恩抓来了送货的萨西和小弟，让他们回去给科巴带个信。这个小弟也是被科巴逼迫吞下子弹，给自己老大带口信的。小弟2次带口信救了自己2命。肖恩让萨西转告科巴 Tell him Sean Wallace is coming for him, and everything he touches, I'm taking London back. 卢安逃过一劫，来到了妻子被埋的地方，现在一片混乱，这里已经没有小弟看守，好在妻子还活着。夫妻2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英政府核心组织的代表辛格对于昨晚肖恩的动作非常满意，这次行动给黑金组织的打击不小，他们已经控制了媒体，将这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，跟黑帮争斗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但是肖恩已经听出一丝不对，难道说自己以后必须对这伙人唯命是从吗？那这跟以前被组织控制有什么区别？卢安将妻子女儿暂时安顿下来，这时突然惊讶地发现，肖恩母子3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虽然大家是多年的老友，但是黑帮在利益面前哪有信任可言？双方一时间举枪对峙，肖恩首先放下了枪，卢安这才知道昨晚的战争是肖恩发起。肖恩表示大家都是父亲的老下属，毕竟卢安为了救妻子才出卖了母亲的位置。肖恩不再追究，但是要求卢安加入自己，共同对付科巴和黑金组织。卢安已经被科巴吓破了胆，他不相信肖恩斗得过科巴和黑金组织，拒绝了加入肖恩。肖恩也没强求。随后母子3人离开了这里。肖恩母亲玛丽安得知大黑还在科巴手里，曾经2家是至亲，他看着大黑女儿肖能长大，于是打电话通知他赶紧离开家里，科巴极有可能会去找你们麻烦。
大黑遭受了严刑拷打，牙齿都被拔掉几颗。科巴已经从萨西带来的口信得知，这是肖恩对自己宣战。大黑看着肖恩长大，当然非常了解肖恩的性格。科巴让大黑事无巨细地交代肖恩的种种优缺点，而大黑只说了一个点，那就是肖恩比他父亲更绝情，更富有野心。辛格动用关系救出了吉姆的父亲，吉姆是一刻也不想在伦敦待着，马上带着父亲赶往机场。这时接到了香农的电话，两人毕竟是情人关系，香农祈求吉姆去救自己的父亲。吉姆陷入了两难，他挣扎考虑了一会，将护照机票交给了父亲，然后带着父亲来到机场，最后又把 U 盘交给了父亲，让他在这里等自己。如果自己回不来，一个叫辛格的男人会来找他，到时候把 U 盘交给辛格，辛格会保证父亲安全离开伦敦。吉姆不顾父亲的挽留，执意去帮助香农救出艾米。科巴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大本营，老大巴瑟姆已被肖恩杀死，他的侄子阿西努成为了新老大。既然萨西带来了肖恩的口信，那要科巴让萨西再给肖恩送去口信。肖恩昨晚给萨西留下了联络地址，萨西见到了肖恩，提出科巴想要面谈。肖恩可以自己选地方，但是条件是只能2个人见面，任何人都不能带小弟。这一眼看上去就是陷阱，但是不知道肖恩作何打算。不顾莱尔和弟弟的反对，居然答应了这次见面。吉姆受香农的托付，趁着科巴去跟肖恩面谈，独自来到科巴的大本营营救大黑。由于大家是一伙的，科巴小弟并没有太多警惕，撞倒了一名看守小弟后，吉姆对这里熟门熟路。几个小弟还在打牌的时候，吉姆已经找到了大黑，但是大黑右手被铐在铁椅子上，实在无法挣脱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大黑仿佛心领神会，将领带塞进嘴巴，防止发出叫声。吉姆抡起一根棍子，硬生生把大黑右手砸变形，这才从手铐中挣脱出来。两人准备从后窗逃走的时候，小弟巡查已经来到了牢房，无奈之下，两人只能束手就擒。小弟准备把吉姆绑起来，等待科巴回来处理，结果电光火石之间，吉姆干掉了3个小弟，随后纵身一跃踹开了后窗，终于带着大黑逃出升天。将大黑交给香农以后，吉姆对伦敦市半点留面都没有，父亲还在机场等着他自己，他准备离开伦敦，开启新的生活。肖恩和科巴如约见面，肖恩的确单枪匹马，没有带一个人，这让科巴非常意外。科巴可不会这么守规矩，外面已经安排了大批人了，随时都会冲进来把肖恩干掉。肖恩却不慌不忙与科巴展开谈判。黑金组织的作风一向都是过河拆桥，说科巴跟着黑金组织一定没有好下场。看看华莱士家族和大黑父子就知道，现在肖恩手里有黑金组织罪证 U 盘，只不过交给了吉姆，但是拿回 U 盘和科巴联手，一定能扳倒黑金组织。到时候两人共同成为伦敦地下黑帮的国王，不会再受任何人管束约制。这一番话下来，直接说到科巴心动了起来。辛德按照约定找到吉姆父亲，他已经和吉姆打过电话，几分钟就能到，让父亲把 U 盘交给自己。但是等到吉姆赶到的时候，匆匆忙忙的警察让他感觉不对劲。果不其然，辛德和父亲都被人暗杀在候机大厅。看着父亲死不瞑目的眼神，吉姆悲愤到了极点，他认为肯定是黑金组织干的。愤怒之下，找到了黑金组织平时和自己的联络人。尽管联络人一再解释不是黑金组织干的，但是吉姆根本不信，仍然毫不留情地将他杀害，替自己的父亲报了仇。画面一转，肖恩和科巴在车库等待自己的下属，女杀手交给肖恩一个 U 盘。原来辛格和吉姆的父亲是肖恩派人暗杀的，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回 U 盘，摆脱辛格的控制。他们看到，果然里面都是肖恩搜集的罪证，这让科巴很开心。黑金组织是要完蛋了，两人尔虞我诈的合作正式结成。两人合作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了新教父阿西夫。阿西夫还在大佬星空顶底下指责，说科巴的办事不力，到现在还没干掉肖恩。可是一转头就看到了肖恩，这把阿西夫吓了一跳。肖恩叫他不用害怕，科巴和自己已经达成合作，现在愿意给阿西夫分一杯羹，继续由阿西夫提供帮助，就是军火白面的走私路线，以及港口码头等等基础设施，大家都能摆脱投资人的控制。阿西夫虽然很心动，但是上一季肖恩曾经派莱尔杀害了自己的儿子，阿西夫表示除非交出莱尔，否则一切免谈。现在的肖恩已经魔怔了，为了夺回权力巅峰，已经到了无人不能出卖的地步。于是他一狠心，将救过自己2次性命的莱尔交了出去。等到莱尔醒来时，已经被阿西夫倒挂在屋顶上。阿西夫悠闲地喝着小酒，宣称当时莱尔怎么对自己儿子，自己就10倍奉还在莱尔身上。肖恩和科巴联手，这让肖恩母亲玛丽安无比恐慌，加上肖恩又出卖了莱尔，玛丽安觉得自己已经不认识这个儿子了，于是他约见了大黑和香农。曾经两家的关系如此要好，现在科巴肖恩联手拿下伦敦，过不了多久，科巴一定会干掉肖恩，独享天下。玛丽安要大黑父女和自己联合起来，必须干掉科巴，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London belongs to us。香农开始实施计划，
约出吉姆见面。吉姆虽然干掉了杀父仇人，但是仍然无法摆脱父亲遇害的痛苦。这时香农有意无意透露，是肖恩和科巴拿到了 U 盘，给黑金组织造成了痛击。吉姆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肖恩派人杀害了自己父亲。看着愤怒的吉姆，香农的目的达到，他直接拉拢吉姆入伙，寻找合适的时机干掉肖恩和科巴。莱尔的身下已经铺上了塑料薄膜，小弟们放好了刀具，等到阿西夫回来时，莱尔就会被残忍的对待。莱尔爆发了求生欲望，趁着现在没人看守，不断努力晃动身体，尝试着去构造桌子上的刀具，但是一遍又一遍，始终无法成功。眼见阿西夫已经来到门外，莱尔情急之下只能抓起了桌子上阿西夫先前喝酒的酒杯，他硬生生徒手弄碎了玻璃杯，随后将碎片捏在身后。等到阿西夫准备对他动手的时候，莱尔发动突然袭击，使用玻璃碎片刺中了他的脖子。趁着阿西夫挣扎的时候，莱尔快速用碎片割断了绳索，但是阿西夫已经爬到了门边，按响了警铃，顿时楼下就传来小弟的声音。莱尔来不及干掉阿西夫，只能跌跌撞撞向楼下跑去，但是所有出口都被堵死，最后只能顺着楼梯跑进了地下室。这里已经毫无退路，莱尔只能与一众小弟展开殊死搏斗。莱尔从7岁就参加了库尔德成为女兵，接受过最残酷的体能训练，经历过无数次的真枪实弹战争，仗着灵活的身手和搏击的经验，一一撂倒了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，最终一瘸一拐爬出地下室，来到了大雨滂沱的大街之上。这时身后车灯亮起，来人正是肖恩。莱尔以为肖恩是来救自己的，顿时整个人精神放松了下来。肖恩一把搀住莱尔，可是镜头一转，莱尔被阿西夫手下扯住头发，再次回到了刚刚到房间。莱尔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肖恩出卖，不由得发出绝望的叫声。至此，肖恩、科巴、阿西夫三人的地下黑帮新联盟成立。肖恩迎来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，利用阿西夫的航线运输价值1.4亿美金的白粉。可是等到小船靠岸后，手下们这才惊讶地发现，押送白面的小弟已经全部被人杀害，所有的白面也不知所踪。画面一转，阿帮老大卢安已经带走了这些白面，看来劫货的事情是他做的。卢安将车子直接开进森林，藏在了一个废弃集装箱内，随后给肖恩母亲玛丽安打去电话。原来这就是玛丽安的策略，他要阻止儿子和科巴的合作。肖恩得知货物被劫，直接就是一个暴跳如雷，怒不可遏。刚刚接管生意就出了纰漏，对于未来的发展简直是毁灭性打击。这件事情只有几个人知道，一定有内鬼背叛了自己。等到肖恩走后，对母亲无比了解的比利已经预感到，也许是母亲另有打算，阻止了这第一笔交易，就是为了拆开肖恩和科巴的合作。面对指责，玛丽安当然极力的否认。肖恩、科巴西夫三人紧急开会，无论如何第一批货都要供应上，但是下一批货最快都得3周以后，时间上根本来不及。于是肖恩和科巴决定马上起身，去往法国巴黎，从另一大毒枭手里暂时买货补上。由于萨西本身就是法国人，精通法语，于是肖恩叫他跟自己一起前往巴黎。现在玛丽安、大黑卢安还有香农已经秘密成立了联盟，准备低价倾销这些白面，势必要冲击市场，拿下话语权，推倒肖恩、科巴西夫的合作。但是玛丽安却没注意到，自己小儿子比利已经开始怀疑母亲。等他跟踪至此，果然发现了猫腻。肖恩、科巴前往巴黎，自然无法携带过多小弟、保镖等等。吉姆却在巴黎有势力，这是吉姆刺杀他们的最佳时机。于是，在香农的鼓动下，吉姆也紧随其后前往巴黎。比利砸开了集装箱，进入后只发现一辆小货车，果然打开车厢门一看，里面正是肖恩丢失的白面。比利马上掏出手机准备告诉哥哥，但是毕竟社会经验不足，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没人看守？卢安拿过他的手机，打电话通知了玛丽安该怎么处置他的儿子。玛丽安知道比利和肖恩关系要好，但现在不能走漏风声，只能把比利和白面先关在车里再说。肖恩、科巴已经来到了巴黎，果然只带了一个小弟和翻译萨西。吉姆一直暗地里跟踪，等待合适的下手机会。他们已经和毒枭约好晚上9点会议，时间还早，所以让萨西可以自由活动，逛逛街。吉姆终于有了动手机会，一把抓起萨西塞进了车内。吉姆让萨西冷静，萨西也认出了他。那天要不是吉姆护住萨西，萨西极有可能已经被流弹打死。吉姆说明来意，他要干掉肖恩，替父亲报仇。肖恩也是杀害萨西叔叔的凶手，萨西自然也对肖恩无比仇恨。于是两人达成协议，萨西知道肖恩和毒枭会面的地点是在一家高档俱乐部，但是那里戒备森严，吉姆无法带入枪支。萨西作为肖恩随从可以不被搜身，他会提前带入枪支藏好，一旦得知确定的房号，会第一时间通知吉姆动手。果然，等到会面时间来临的时候，作为肖恩的随从，萨西顺利带着枪进入了俱乐部。萨西得知他们会去贵宾室和巴黎毒枭会面，萨西确定了房间，马上借口去洗手间将手枪藏了起来。
然后给吉姆发去信息，告知藏枪地点。肖恩会出现在贵宾室。吉姆准备了一套服务生西服，经过一番搜身后进入俱乐部，悄悄来到后厨推走一辆酒水车，来到藏枪地点找到手枪，然后准备去贵宾室刺杀肖恩。肖恩还不知道危险来临，和巴黎毒枭相谈甚欢，很快就达成了交易。正在这时，吉姆已经来到贵宾室门口，准备强行进攻。凭借过人的身手，很快料理了看门小弟。但是进入贵宾室才发现，这里面根本没有肖恩的踪迹。吉姆一时间搞不清状况，这里就是贵宾室。萨西这才搞清楚，这房间是巴黎毒枭专享贵宾室，根本不是普通贵宾室。但是房间信号已经被屏蔽，无法发出信息提醒。这时，毒枭的小弟进来汇报，有枪手冲进来袭击。现在大家还不知道是谁在闹事。毒枭马上拿过监控查看，看到吉姆已经被包围，只能边打边跑，子弹有限，一时间陷入了苦战。监控已经拍下了吉姆，这让肖恩大吃一惊，吉姆怎么会追踪到这里？不过此举已经激怒了毒枭，都没开始合作，就给自己找了这么多麻烦。一怒之下拒绝合作，赶走了肖恩和科巴。吉姆捡起小弟的枪，一边射击一边寻找出路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小窗，顺利的跳出了墙外。外面接应的朋友发现了吉姆，急忙发动车辆，在追出来的小弟枪林弹雨中狂踩油门。肖恩已经反应过来，知道自己行踪的只有萨西，一定是他出卖了自己。科巴让肖恩不要在这动手，一切等回到伦敦再说。吉姆刺杀失败，马上给香农打去电话。香农又有了一个主意，那就是关在森林里的比利。他把比利的关押点告诉了吉姆，要他利用比利引出肖恩。知道自己去巴黎的只有母亲和弟弟。肖恩这时也大概猜到，消息一定是母亲走漏出去的。玛丽安还想否认。此时小弟收到一个包裹，里边渗出的血迹已经让他们预感不妙。玛丽安小心翼翼打开箱子，里面赫然是一支断臂，上面的纹身显示这只胳膊来自比利。比利的手臂被吉姆砍断，这让肖恩陷入了极度的愤怒之中。母亲的一系列操作差点让自己送命，现在又伤害了弟弟比利。肖恩一怒之下宣布与母亲有缘再相见。这时吉姆打来电话，胁迫肖恩去做一件事，否则会马上干掉比利。科巴拽着萨西来到了阿尔及利亚黑帮大本营，萨西是他们的人。科巴让新老大动手处决这个叛徒。正在气氛异常紧张的时候，肖恩走了过来，简单叙述了现在的情况，他需要科巴的帮助，大家一起去营救弟弟比利。科巴走后，新老大阿西姆被科巴命令继续处决萨西。大家都是表亲，但是阿西姆也不敢违背科巴的意思。求生欲使萨西直接有了勇气，利用热炭偷袭了阿西姆，随后捡起地上的枪，连开几枪打死了阿西姆。这种情况伦敦是肯定待不下去了。肖恩母亲失魂落魄地来到森林，但是她惊讶地发现集装箱内的白粉和货车全都不见了。她马上叫来了卢安，现在偷走白面的肯定不是吉姆，那么只剩下大黑和香农这对父女了。吉姆在这里找到比利，那一定是香农告诉他的，这说明大黑父女已经在搞小动作。 Get it back. Whatever it takes, get it back. 果然香农是一个极富野心的人物，他已经准备趁着现在各方势力斗争，带着父亲坐享渔翁之利了。他已经利用了玛丽安、卢安和吉姆，让父亲在这等待乱斗的结果，一举回到黑帮权力的巅峰。吉姆带着比利，他们已经和肖恩约好了见面地点。肖恩和科巴也带了大队人马，势必要将吉姆除掉。肖恩让司机开进加油站，顺便买点吃的。肖恩叫了2个汉堡薯条套餐，仿佛在计划着什么。等到科巴小弟过来催促的时候，肖恩知道动手的时间到了。一会吉姆发来了见面的地点信息，肖恩让科巴吃饱喝足再去办事，让小弟先开车出发。他们等到厕所小弟出来就跟上，但是小弟迟迟都不出来，汉堡已经被科巴炫了一半。这时才发现不对劲，科巴已经感觉呼吸困难，浑身失去了知觉，紧接着七窍流血，异常惊悚。 No fucking way。 不一会科巴就断了气，原来肖恩已经在厕所里干掉了小弟，随后在食物里下了剧毒。吉姆给他开出的条件就是干掉科巴才能放走比利。现在科巴已死，吉姆便告诉了肖恩另一处真正的见面地点。大黑和香农父女2人还在汽车旅馆，果然是他们偷走了白面。香农已经计划好一切，能熬过这一关，伦敦就是父女2人的天下。这时门外传来了汽车声，父女2人知道这是玛丽安和卢安派来的杀手。果然一对戴着头套的杀手，手持武器进入了汽车旅馆。除了电视里播放的枪战片，大黑一家人并不在这里。但是令杀手们开心的是，所有白面都还在卫生间。正在大家认为任务完成的时候，伴随着电视机里枪战片的火拼，大黑父女也展开了屠杀模式。一阵猛烈的扫射过后，旅馆的幕墙已经被彻底打穿，进来的杀手无一幸免。
横七竖八地躺在了地上。大黑拎着枪走出屋外，与外面车里面的卢安对视。大黑随即拨通了卢安电话，声称我们之间不必要搞成这样，我偷这批货也是为了你。他让卢安耐心等待，过了今晚，整座伦敦地下黑帮将会重新洗牌。两人毕竟真的是有过命交情。卢安听罢不再追究，主动开车离开了这里。肖恩来到见面地点，从后备箱拖出死得透透的科巴。吉姆仔细观察，确定科巴已死，便用枪挟持比利现身，随后让肖恩脱掉外套，慢慢转过身去。虽然比利让哥哥别照做，肖恩还是扔掉了枪。吉姆让肖恩跪下，科恩为了弟弟乖乖听话。兄弟俩的感情的确很深，但是吉姆的本意并不是要干掉肖恩。肖恩杀了自己父亲，自己也杀过肖恩一次，况且干掉肖恩带来的恶果，自己已经体会到。正在陷入两难的局面时，比利摸到了一把螺丝刀，开始对吉姆发动偷袭。一时间，肖恩和吉姆陷入混战，但是论动手武力值，肖恩远远不是吉姆对手，很快就被打趴在地。吉姆找来一根绳子，不顾比利的苦苦哀求，将肖恩拴住脖子吊了起来。但是他的本意并不是干掉肖恩，于是给他找了个轮胎，让他脚尖够到轮胎得以喘息，随后开着车子带走了比利。后面警笛声响起，吉姆已经报了警，把肖恩和比利丢给了警察。最后科巴被杀，肖恩入狱。阿西夫居然并没有杀掉莱尔，而是将他放了出来。莱尔对肖恩的仇恨刚好可以为他所用，在利益面前，哪怕杀死仇人都可以变成合作伙伴。肖恩在这一季成了最大输家，不知道下一季和弟弟比利又有何动作。2天后，黑帮大会再次召开，玛丽安、大黑、香农、吉姆重新组成了新的黑帮联盟，登上了明争暗斗的伦敦黑帮舞台。随着玛丽安和大黑意味深长的对视，吉姆居然露出了笑容。以上是伦敦黑帮第2季的故事。这一季的场面很大，但剧情逻辑有点混乱，应该是为了第3季做铺垫和换血。肖恩是否能逆风翻盘？吉姆真的彻底黑化了吗？如果你喜欢追剧又没有时间，那不妨订阅约翰，接下来会有更多一口气剧集解说。认准我的频道，一口气看剧找约翰，沉浸体验剧好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